据人民日报报道，8月8号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人员突击搜查了特朗普的住所海湖庄园。根据搜查到的物品清单， FBI 正在调查特朗普涉嫌违反包括间谍法在内的3项罪名。如果特朗普被定罪，将面临最高30年监禁。之后，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受到的暴力威胁增加，而 FBI 总部也收到了脏弹威胁。特朗普被抄家了，这是近段时间内最劲爆的消息。很多人都在疑惑，特朗普煽动国会山骚乱后一直逍遥自在，为什么民主党突然要在这个关口对特朗普动手呢？特朗普真的会因为国会山骚乱坐牢吗？特朗普铁粉全副武装冲击 FBI 大楼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纠葛？本文一一为大家解开背后谜团。根本原因。任何事件的爆发看似突然，实则都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。先来说说根本原因。第一，民主党金融战略的内在需要。美国将会发动低油价加强势美元的加息战略。当时 WTI 原油价格为130美元每桶，很多人都认为国际油价还会继续上涨，实际上WTI油价就从130跌到了8月15号夜间的86美元每桶，累计下跌超过 33%。美国开始连续暴力加息，启动强势美元战略。那么，民主党主导的低油价加强势美元战略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收割全球，快速回血，打垮中俄阵营。他们具体会采用什么模式呢？无非就是效仿1980年到1986年之间美联储连续暴力加息2200点，直接打垮包括德国、日本、苏联、东南亚在内的全球经济体，以金融收割方式帮助美国在冷战中快速回血击败苏联，赢得美苏冷战的最终胜利。这一战略的核心就在低油价，只有千方百计将油价从130高位打到40美元以下，才能形成真正的低油价，然后再以低油价推动强势美元，两者在加息政策推动下，对全球输出超级通缩，这样才能有效击垮目标国的金融系统，促进美元资本从目标国出逃进入美国，进而化解美国金融系统风险。那么，为什么美国现阶段启动这一金融战略就要对特朗普动手呢？因为在低油价问题上，特朗普早就成了民主党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而低油价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所在，所以必须尽快扫清障碍，即便内部如何撕裂也在所不惜。说特朗普阻碍低油价战略，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。首先，要成功打压油价，就必须断了沙特对特朗普的希望。我们知道，顺利打压油价的关键，就在于民主党能否快速摆平沙特，而沙特与拜登所在民主党关系极其恶劣。2016年，因为911事件，奥巴马几乎与沙特翻脸。之后，又因为卡舒吉事件和也门问题，民主党在美国国会多次严厉抨击沙特。尤其在拜登要求沙特增产原油打压油价被拒绝以后，民主党更是直接签署了 NOPEC 法案，威胁制裁沙特在内产油国。此后，拜登虽然亲自访问了沙特，但两者之间的分歧不仅没有进一步弥合，反而日渐扩大，最终不欢而散。与拜登不同的是，特朗普与沙特关系非常友好，沙特不仅在特朗普任期内累计购买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美国军火，而且特朗普还全力支持沙特在也门和叙利亚等地区的军事冒险。现在沙特拒绝增产帮助拜登打压油价，是在拒绝为拜登提振民调和拉升选情，就是希望亲沙特的特朗普未来能够东山再起，制定出更加有利于沙特的政策。所以民主党只有断了沙特对特朗普上台的幻想，才能顺利把油价打起来，而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派出 FBI 抄家，搞臭特朗普，断了其东山再起的念想。其次，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与拜登背道而驰。民主党一直主张清洁能源，减少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耗。8月7号，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的降低通胀法案，该法案中3700亿美元将用于新能源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。我们知道，新能源就是为了取代石油消费，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则直接针对石油等产品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。可以说，民主党的这一法案预示着未来美国将会大幅减少石油进口。一旦石油消费下降，则石油价格上涨将失去支撑，沙特未来的收入就将受到极大的威胁，
可以说，拜登会谈沙特无果后，迅速组织通过降低通胀法案，就是民主党对沙特拒绝打压油价的报复，同时也是对特朗普能源政策的颠覆。为什么说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与民主党背道而驰呢？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后，立马就废除了禁止在美国领海大陆架范围内开采煤炭和原油的禁令，这无疑将加大石油产品消费，增加美国碳排放量。对比两者能源政策就可以发现，特朗普增加石油开采的碳排放主张完全站在了沙特一边。特朗普领导的全球逆碳中和进程，长期来看将持续支撑石油量能够长期确保沙特石油收入源源不断。这或许才是沙特愿意出8000亿美元从特朗普手里购买军火的原因所在。只要特朗普逆风翻盘执行亲沙特能源政策，沙特花出去的8000亿美元将来都可以一分不少的挣回来。对民主党而言，只要特朗普东山再起，必定会像2019年那样悍然退出民主党制定的巴黎气候协定，同时直接推翻现在通过的降低通胀法案。这也就解释了民主党为什么会在8月7号通过降低通胀法案的次日，也就是8月8号，突然对特朗普进行抄家。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8月12号美国传出特朗普可能因抄家文件被判30年监禁后，沙特快速于8月14号表示愿意将原油产量提高到1300万桶。因为一旦特朗普被判刑或者彻底搞臭，沙特寄望于美国内部政策转向的最后希望就没了。沙特表态以后，国际油价开始一路下跌。8月15号晚上，国际油价暴跌超过 5%， 就是对这一趋势的最直接反应。民主党通过降低通胀法案和抄家特朗普，快速从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了对沙特的釜底抽薪，进而一步步将国际油价打了下来。第二，民主党地缘战略的内在需要。民主党上台以后，对俄罗斯和中国都发起了激烈的地缘进攻，从2022年3月引爆俄乌战争，到2022年8月佩洛西窜访对岸，引发激烈军事摩擦，民主党的英太战争路线已经再明显不过。但是与民主党对中俄所采取的敌对姿态不同，特朗普更倾向于与中俄通过谈判解决问题。最为典型的就是特朗普任内中美最高领导人互访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，特朗普甚至自称与普京建立了深厚友谊，进而因此引爆了通俄门事件。大致看来，拜登对中俄是敌视大于合作，特朗普则是合作大于敌视。也正是由于特朗普的这一政策，为其招来巨大的麻烦。那么，特朗普被抄家与地缘政治之间到底有什么隐秘联系呢？简言之，其根本原因在于，特朗普奉行的地缘政策阻碍了民主党破解中俄9元奇袭战略的执行。话说9元奇袭这一战略灵感，中国历史上最早源于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，他规划了数万赵国骑兵从今天内蒙古的九原地区发兵，千里突袭秦国都城咸阳的宏伟战略，正是因为起兵于九原，所以被命名为9元奇袭战略。这一战略的主要思想就是赵国用战国时代最精锐的骑兵，从北部直接打击秦国都城咸阳，逼迫秦国将东线战场的士兵调回西线，然后赵国再从东部的上党出兵，攻克函谷关，东西夹击，灭掉秦国。9元奇袭战略在中国战争史上堪称大手笔，但并非无法破解，历史上就曾有人成功破解了这一战略，此人便是唐太宗李世民。公元621年，李世民率唐军在虎牢关外以数千铁骑攻破了窦建德率领的10万大军，之后更是灭掉了洛阳王世充，一战就迅速收复了函谷关以东的所有地区。此后，李世民集中精力对付九原方向的东突厥。公元629年，李世民派李靖率大军消灭了东突厥，俘获颉利可汗。在李世民战略中，要破北部东突厥和东部窦建德、王世充，就必须防止东突厥和窦王同时发难，联手覆灭总部设在咸阳长安的大唐帝国。所以，破局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先快速除掉东部的敌人，然后再北上消灭东突厥，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东突厥与窦王联合发动九原奇袭。这一战略实践过程中，李世民对付东突厥有个高招，那就是利用与东突厥同宗的薛延陀，激化其与东突厥的矛盾，进而有效牵制驻东突厥，令颉利可汗
无法南下，待到大唐腾出手来，再举全国之力与薛延陀一道灭掉东突厥。中俄必须联手发动9原奇袭，才能有效瓦解美国霸权。即先以俄罗斯精锐部队自北向南进攻石油美元在中东核心区的要害，逼迫美军快速回援，然后中国乘机拿下对岸，再以西部和北部战区精锐千里跃进，突入中东核心区。中俄联手出兵，将中东美军消灭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，最终拔掉石油美元根子，摧毁石油美元霸权。有战略必然有应对。对此，美国的应对战略就是反9原奇袭战略，与李世民的战略类似，即先以与俄罗斯同源的乌克兰拖住俄罗斯，阻止俄罗斯从黑海北部地区出兵中东核心区。之后，美国快速在东部解决中国，集中优势兵力与乌克兰一起解决俄罗斯。不得不说，民主党破中俄9原奇袭的战略中，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，可谓神来之笔。只要俄乌冲突爆发，大规模战争就不可能快速结束，而俄罗斯只要陷入旷日持久的对乌作战，就没有多余兵力再与伊朗和土耳其联手出兵中东。同时，只要俄罗斯被拖住，则中国必须面临亚太地区庞大的美海空军优势兵力，即便能够快速武力解放对岸，也要在后期付出巨大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代价。所以，对中国来说，拿下对岸的最有利的态势就是俄罗斯出兵中东，将亚太美军调过去，这样中国完成统一的时间窗口才会真正打开。现在，俄罗斯被美国设计拖入与乌克兰旷日持久的战争，为了应对乌克兰战场，俄罗斯甚至已经将远东的军队都调往了乌克兰前线。由于兵力吃紧，目前根本无力出兵中东。只要俄罗斯无法在中东动手，则中国这边时间窗口就始终无法打开。这种态势下，美国在乌克兰和对岸均不断制造摩擦，调动中俄被动应对周边危机。一时之间，美国通过执行反9原奇袭战略，重新掌握了战略主动。在2个战场上，中俄只要有一方失败，美国就会一拥而上解决该国，然后再解决剩下一个。比如，一旦乌克兰反攻成功，并突入俄罗斯境内，则北约就会立马将乌克兰纳入麾下，并将之迅速和武装化，锁死俄罗斯能源进入欧洲通道，进而将俄罗斯肢解，然后北约东扩，从西往东打，与亚洲北约联手，将孤立无援的中国全面包围，最终再一次性解决中国。这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。在这个战略中，美国必须同时保持对中俄2国的敌视压制政策，这样才能以压促变，最终完成战略目标。但是，特朗普执行的是与中俄合作大于敌视政策，与民主党目前执行的战略南辕北辙。一旦特朗普东山再起，那么美国可能将失去彻底瓦解中俄的最后机会。所以，民主党才会在佩洛西窜访后迅速对特朗普下手，此举意在逼迫特朗普退出政坛，不要干扰民主党的大好局面。要知道，为了让俄乌战争爆发，民主党做了巨大的前期铺垫。如果因为特朗普东山再起而让计划全盘落空，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将再无可能实现。